8000美金买一辆莲花跑车，翻新后竟然赚了这么多。这次胖哥又在二手车市场捡漏了，他找到了一辆莲花 M100， 是一辆操控很好的前驱敞篷跑车。虽然车子已经有30多岁了，但外表看起来依然完美，里面也全是原装零件。车主开车30年没有出过任何事故，最多就是给他换了一套轮毂。其次，外表上损坏最严重的地方是敞篷后面充满霉斑的软顶，这种老化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胖哥表示能理解。接着他把敞篷收起来，观察车内的配饰，里面除了灰尘比较多，座椅有些轻微磨损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接着就是检查发动机，眼前是一台50铃的引擎， 1.6公升搭配一个小涡轮，大约能输出200匹左右的马力。考虑到车子保养的确实不错，各方面的数据也还可以，所以胖哥当即就买下了它。拿到钥匙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进行试驾。在路上他猛踩油门，不得不说敞篷车带来的体验真是不一般。阳光普照，微风轻拂，旁边要是再坐着贝拉就更好了。但胖哥却没想那么多，他的心思全在这辆莲花跑车上。根据目前的体验来看，这辆车在动力方面表现不错，0-100加速只要6秒半，最高时速能到每小时220公里。不过至于内部有什么问题，还得回去让强子检查。此时强子在工作室早已等候多时，当他看到这辆车表示很兴奋。车子的外表这么新，说明车主之前很注重保养，所以这次的工作量应该没有那么大。两人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之后，强子就把车开了进来。根据强子对莲花的了解，这辆车里的内部零件基本上都不是他们自己公司的，转向系统是通用的，横拉杆是高尔夫的，机械增压器是30的，碟盘是庞蒂亚克的，甚至连发动机都是50铃的。而这辆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它的悬挂系统，这方面莲花公司调教的非常好。这是东瀛法拉利 NSX 的孪生表弟，莲花 M100 敞篷跑车。如果只从车头看的话，你会发现两辆车简直一模一样。此刻强子正在检查车子悬挂，因为悬挂是由很多活动的零件组成，所以要判断它是否有问题，可以用一根杠杆伸到接口处，然后用力向下压。经过强子的逐一排查，发现左前轮的悬挂接口松动，而且控制臂上有一个凹痕。因为悬挂是由多个部件共同作用，其中任何一个零件损坏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失调。于是强子将控制臂拆了下来，然后给大家科普它的工作原理。控制臂的一端连接底盘，另一端连接臂，工作时就像是一个圆规在画圆。如果控制臂受损弯曲，那么工作范围就会降低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，他又拿出了一个直尺，当尺子保持笔直时，能画出一个标准的圆。接着强子把尺子掰弯，可以看出工作距离明显降低。目前这个控制臂已经丧失了强度和完整性，没有了修复的价值，所以强子直接换了一个新的。做完这些后，他又发现了新问题，这辆车竟然没有消音器，而且排气管大小不一，焊接手法也极其粗糙。于是他决定重新做一套排气。只见强子把钢管放进液压弯管机里，在上面压出相应的弧度，然后放在车上对比，确定了相关数据后再进行焊接，一套新的排气管就完成了。接着他把剩下的零件组装焊接，然后安装到车子上面，最后再来一个消音器，排气系统的问题就成功解决。下面他开始检查发动机，因为胖哥之前提过一嘴，说发动机的运转有些不顺，所以强子猜测问题应该出在凸轮轴感测器上。当他拆掉上面的盖子后，发现里面的磁阻盘间隙很大，而且内部的轮轴末端有个洞，洞里有一个硬化钢做成的金属棒。由于这个金属棒材质太硬，而转轴是软钢制成的，所以它们在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损耗，这个零件无法修复。强子就让胖哥直接买了个新的。你绝对不敢相信这辆30年前的跑车翻新后竟然能赚2万美金。就在刚刚，胖哥拿着敞篷软顶来到了裁缝厂，要换掉上面老化的透明塑胶。他们先用粉笔标记位置，然后拿刀片划断上面的线，取出原本的塑胶，接着再根据上面的标记裁剪出一个全新的塑胶，最后用订书机把它和顶棚简单的固定。接着两人来到缝纫机处进行缝合，看得出来师傅的手艺很娴熟，把缝纫机都快踩冒烟了，只用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制作。这一项花费胖哥150美金，比买一套新的便宜多了。在胖哥返回工作室的同时，强子要给车子更换散热风扇，这些零件虽然容易坏，但是价格便宜，更换简单。他把上面的2个风扇拆下来，发现其中一个已经报废，但是另一个功能正常，所以就换了个新的装了上去。接着他给车内倒了新的冷却液，完成这些后，车子的硬件就全部完成了。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了胖哥，他要给内饰进行清洁和翻新。如果你们家里有老车的，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部分。看完后你也可以尝试进行车内翻新。他先把2个座椅拆下来，然后用清洁剂和毛巾擦拭。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时，工作室来了一位清洁大师帮忙，他是胖哥的好朋友梅尔，工作经验非常丰富，用的工具和平常人也不一样。只见他把蒸汽机包上毛巾，然后对着座椅一顿摩擦，完成后抹上一些保养乳，效果立竿见影，2个座椅瞬间焕然一新。然后两人开始处理车内，为了不伤害内饰表面，
胖哥把清洁剂喷到刷子上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清理犄角旮旯。这部分完成后，他们又用上了蒸汽机，把它对着通风系统吹，可以看见蒸汽都从另一个出口飘了出来。梅尔说这样能清除内部的微生物和细菌。最后两人用吸尘器吸出里面的垃圾，这辆车就算彻底完成了。接着胖哥进行了价格统计，零总算下来，一共花费了$9385。那么这辆车能卖多少钱呢？他约了买家来工作室看车，考虑到这辆车的稀有性，而且翻新的效果这么好，所以胖哥出价$3万。买家虽然觉得有些贵，但也还可以接受，最终连价都没还就成交了。这次胖哥大赚了一笔。